基金会利用老婆威胁我，我发布龙王令，召集世界资本。三金先生，我叫吉莫，专门负责跟你沟通这件商务违规案件。我老婆呢？在龚小姐来之前，我想跟您先聊聊龚小姐犯的罪行。你编吧，我听着呢。龚子苑小姐涉嫌偷盗回风公司最先进的芯片技术，证据确凿。念在两国有交情的份上，我们决定网开一面。只要您交还7纳米芯片的技术，再缴纳5000亿的罚金，我们就愿意放了龚小姐。7纳米的芯片技术明明是我们刚刚研发出来的高端技术，怎么就成回风公司的技术了？更何况回风公司之前的芯片技术最高规格才研发到28纳米，按照摩尔定律，回风公司想从28纳米进步到7纳米，最少也需要6年时间吧？三金，我们不是来接受你质疑的，而是跟你谈条件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让龚子苑过来跟三金通话。龚子苑出现的那一刻，三金怒目圆瞪，仿佛要发狂的猛兽。该死的霸国，该死的基金会，为了勒索我们的技术，居然对一个孕妇下如此狠手。但凡三金的实力弱几个档次，恐怕龚子苑只会更加凄惨。恍惚中，风红阳闪过了年轻时的画面。团长，我一人混这么多小日子，值了。风红阳，你开炮啊！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我下辈子还嫁给你。你开炮啊！别让老娘瞧不起你。风红阳怒火滔天，却偏偏无可奈何。开炮！这一声下令，成为了风红阳心中永远的痛。怎么选都会有遗憾，怎么选都是对的，也都是错的。三金啊，你要如何面对这道致命的选择题呢？看着监控画面，西蒙嘴角翘起一抹弧度。看来三金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了，没白有龚子苑这2天啊，效果出奇的好。老婆你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这么憔悴啊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把你救出去。下一刻，三金终于绷不住了。老婆，我心疼你，不许哭，不要让那群鬼佬看到你软弱的样子。我保证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外人面前流泪。我没事，孩子也很好。这群鬼佬就算再坏，也绝对不敢拿我这个孕妇怎么样的。所以，先生请以大局为重，绝对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，否则我们娘俩宁愿客死他乡，也不愿意背负出卖国家的罪名。龚子苑语气决绝，让现场的战士们都感动得泪如雨下。红颜血泪染征衣，英姿飒爽照汗青。巾帼英雄今犹在，千秋伟业颂太平。陈家的女人也非等闲之辈呀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不能不管你，我做不到啊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知道你爱我，但爱只是爱，再伟大的爱情也只是小爱，爱国才是大爱。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，当代3尺剑力不世之功，而不是为了那微不足道的小爱，优柔寡断，举棋不定。那样的白龙王，非我龚子苑所爱。一番话让三金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。我决定了。三金的话让监控前的几方心头猛地一颤。我拒绝。什么？三金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如果你不归还回风公司的技术，那我们可就要按照最高规格对龚子苑进行公开审判了。你以为就你会用老婆孩子威胁人吗？西蒙马努斯，我知道你听得见，你给我听好了。如果我老婆在你那边哪怕只是断了半根头发，我定然倾尽一切，灭了你全家。你今天对我用什么手段，我必定10倍奉还。看着三金阴鸷的眼神，西蒙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龚小姐，如果你不想自己的孩子胎死腹中，就给我乖乖的劝劝你老公。然而下一刻，龚子苑大手一挥，直接把面前的电脑给破坏掉了。我的先生不会要一个背叛祖国的女人，而我也不会嫁给一个出卖国家的男人。莫说我腹中的宝宝，就是我龚子苑这条命，你们如果想要，现在拿去即可。可是你们敢吗？可恶的大夏女人，真以为我们基金会是什么遵纪守法的良民吗？西蒙依我看，直接找10几个大汉陪龚子苑好好玩玩。我就不信三金看了视频还能承受。不想死的话，就不要动龚子苑半根头发。为什么？因为龚子苑是白龙王的底线。龚子苑好好的，白龙王就还有底线。一旦龚子苑遭遇了什么不测，白龙王就会没有原则，没有底线。我敢打赌，真要是按你说的去做了，白龙王他敢倾家荡产的下选赏兵，你我1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。我知道了，谈判破裂了，赶紧准备龚子苑公审的事宜。那不问问龚子苑引渡的事了吗？基金会和霸国肯定不会引渡的，他们只会让我们这些狗腿子重逢，然后坐享渔翁之利。我太了解他们了。疯了！接下来无论我做什么，希望你都不要再阻拦我了。当然，我的底线就是绝对不会损害国家利益，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底线。他或许是唯一一个敢这么对2位吴老星放狠话的人吧。哼哼，没有了龚子苑这根软肋，三金就是解开枷锁的真龙，等着看吧。西蒙马努斯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。风老，麻大国那边有新的动向了，他们又要搞什么幺蛾子？麻大国发公告说，要在明天对龚子苑小姐进行公审，并且会面向全世界直播。玩一次火还不够，还要玩第2次，当真不把我们大夏放在眼里吗？我大夏万事都讲究一个师出有名，之前的视频电话不公开，我们还没有理由出手。现在嘛，回到公司，三金立刻召开了高层会议。想必诸位已经听说了龚总最近的情况，我直说了，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再不做出反制措施，那我他妈就白活这一世了。金总，您打算如何反击？是从股市、
期货还是货币市场？没得搞，对方肯定有防备，你敢去做空，以对方的体量，外加上基金会在后面支持，说不定会被问中作弊。舆论上我们可以做文章，但是其他方面想反击，恐怕会得不偿失。你们搞清楚，这次我不是去赚钱的，我要让西蒙马努斯绝望。那您是想？马大国是西蒙马努斯的大本营，他所有的资产都在那里。既然他敢应下基金会的差事抓我老婆，那么我就要马大国破产。金总，这不太可能吧？就算是大夏想让马大国破产都很难做到，更何况您区区一人之力啊！三金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冷静一下。紫苑虽然被抓了，但她是孕妇，对方肯定不敢拿她怎么样的。至于你说的那件事，蔡姨觉得你可能做不到，光靠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。下一刻，三金群发了一条消息出去。看到信息，阿卜杜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赫然是他加入鸿蒙会以来从未见过的龙王令。三金说过，龙王令他一生只会发布一次，一旦发布，我们只要完成，就会把手里捏着的投名状还给我们。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三金不惜发动龙王令？艾莎公主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。龙有逆鳞，出之则怒。公子渊你们都敢抓，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。老克里昂眼神狂热地面对一众黑族手下，向神贡献，与神接近的时刻到了，立刻发动全部黑族的力量，给我暗杀第三主神的人。同一时间，世界各地的鸿蒙会会员都接到了龙王令。这个世界要变天了！若是这次的行动成功，鸿蒙会将一鸣惊人，让马大国这个等级的国家破产，他是只有白龙王敢这样做了。紧接着，世界各国的金融部门都接到了海量资金的调用命令。什么？要一次性调用2万亿？您是想让我们兰溪国家银行破产吗？艾莎公主，那可是皇家可用资金的80%，你能担得起责任吗？科里昂先生，能否给我一些时间走流程，同时向上面申请调度？您要的资金实在太多，我恐怕得调动全国300多家银行的全部资金，才能给您凑齐。Boss， 鸿蒙会成员反馈说，要调用能与麻大国相抗衡的资金和资源，需要15到30天。好，1个月后我要麻大国破产。